大家好，现在的娱乐圈求生欲望最强的不是王一博，也不是赵丽颖，因为清流艺人们自身的干净，让绯闻和是非虽然时时都想埋身，却又实在不得其门。闹哄哄的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说实在的，基本上也平静下来了。等到赵丽颖野蛮进组，所有添堵的闹腾都将归于岁月的平淡了。那么现在这个娱乐圈整改风暴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高危阶段，到底谁会最担心被封杀、被社死的终极命运呢？其实如果您一路都在追踪收看新闻一路以来的追踪报道的话，您就必然会明白，鲜肉类、耽美类的花美男、耽美男以及蛇精男都是国家特别关注、重点打击的对象。因为这种西风东渐的风潮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严重带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们。在东升西降的未来大趋势下，中共中央注定会从重从快的严厉整治越来越严重的娘炮的现象，以及越来越流行的伪娘的文化。您如果特别关注体育的话，或许也会留意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多年以来极其看重的三大球运动当中，也就是篮球、排球、足球，同样也存在着荷尔蒙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尴尬的情况。甚至一直下重本、花重金也没有用。习近平总书记执政掌权到现在，在这个举世震惊、大国崛起的太平盛世当中，居然出现了中国男子三大球集体缺席今年东京奥运会的异常拉胯的闹心的异象。实属改开以来，也就是37年来首次吃相最难看的全军覆灭了，实在是让习主席有苦难言，痛心疾首，相当的震怒。因为万国瞩目的情况之下，实在是太过的打脸了。要知道，未来武统台湾、难守国门，都需要铁血阳刚的战士和百折不摧的体魄。那些吹弹可破、俊俏白皙、打扮妖冶、热衷化妆的时尚花美男们，注定无法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打造出一条血肉组成的钢铁的长城。更加关键的是，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所实现出来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所有红头文件或者八股书本里面的教条。因此，如果娱乐圈当中的中性化、女性化、柔性化的现象一路持续下去的话，那么通过亿万的粉丝流量，通过千万的粉丝影响，传播开去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的速度，都会远远超越国家官方文件的严重的危机感和影响的力度。所以，中共中央重拳打击耽美、绞杀娘炮，注定会从影响力数以千万计的顶流明星们开始，会从热爆剧、耽美剧开始，甚至以后，保不准那些血肉横飞、大刀横劈的时代正剧，更会成为时代巨轮全力推动的新型的潮流。而那些血性男儿不死的战士更将热爆屏幕。那么在这个娘炮和伪娘即将彻底告别中国大陆的时代大潮面前，让我们一起再回顾和围观一下这张年初的时候顶流艺人黄子韬在微博中所晒出来的自己女装造型的照片吧。您的第一眼感觉是很赞很棒呢，还是很惊很无语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留下2个字的宝贵的意见，一个是好棒，一个是肉麻，一个是无语。多谢您的互动和参与。当时的黄子韬还在微博当中大大咧咧地说道：亲爱的，明年咱们结婚，我终于遇到对的人了，爱你。他的死忠粉丝则一致的评论说：太美了，太漂亮了。有的直接奉上了新婚的祝福，说新婚快乐，好般配。这就是娘炮们、伪娘们幻想嫁给自己的一个旧时代的狂想曲了。或许很多人都会不以为然，或许不少人都会见怪不怪。我就很想问上一句，
我们所处的这个欣欣向荣的大时代，真的是属于伪娘的时代吗？而您会留恋这个花美男的时代吗？跟着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秀气妩媚、娇羞动人，再加上一个招牌兰花指的顶流艺人蔡徐坤吧。他比王一博还小上1岁，但他对粉丝的超魔幻的影响力要远超其他所有顶流明星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拿他跟顶流的王一博对比一下吧。王一博的粉丝数量从字面上比蔡徐坤的粉丝数要多得多，然而后者的战斗力几乎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地步，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以1敌100的地步了。蔡徐坤的粉丝评论量、点赞量和转发量分分钟都能远超佛系的王一博的粉丝，这就跟龟兔赛跑的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了。蔡徐坤随便发一条微博的话，他的点赞量就能立马超越100万，评论数就能很快攀升几十万，转发量更是几十万之多，根本就是超越了所有正常人的想象力了。因此，如果说王一博的市场影响力最大，那么蔡徐坤的微博影响力肯定算是最大的了，因为蔡徐坤的粉丝实在是太能打了，甚至可以打得赢最新款的 AI 机器人了。有意思的是，现在的蔡徐坤突然之间形象大变了，突然之间他在自己影响力非凡的微博上 pose 出了一张极为罕见的自己下巴的大特写，用意不明。图中可见，大家可以依稀看得到他的下巴上有几根不太明显的胡须，这个形象似乎刻意拉开了与花美男的距离感，似乎专门朝着邋遢男的方向发展去了。搞笑的是，另外一边厢声称明年要嫁给自己的黄子韬，突然之间也摇身一变，出现在了健身房，大秀自己的好身材。看样子他很陶醉自己的新形象，他的那些日常招牌的耳环和娇羞妩媚的眼线暂时都不见了。极其路人甲的新形象，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在明年嫁给自己了。我个人就感觉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直白和本真，这样才会轻松，才会轻省，没有太多矫饰过的东西和拖累。如果自己原本就是靠妩媚、靠水军吃饭的话，突然撞上了社会主义的枪口，跟着被迫过度的委屈自己，实在是一件特别难过的委曲求全的事情了。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在娱乐圈现在危如累卵的大势之下，要名要利还是要命呢？真的是一条相当要命的选择题了。一向活得本真、活出真我的赵丽颖和王一博，虽然没有这些花俏伪娘的严重的危机感，但也要跟他们一样因应时意，变中求胜，这都是刚需。如果能尽快3部曲，尽早的进组，尽量的拿奖，都会是时下趋吉避凶的最好的办法了。您说对不？